嗨，大家好，我是阿生。现在我在美国的内华达州，这里离51区现在是越来越近了。那你还记得曾经轰动一时的一起著名的神秘事件——罗斯威尔飞碟坠毁事件吗？那大约是发生在1947年美国新墨西哥州的罗斯威尔附近吧。其实这里除了隐藏着大量的谜团以外，在位于美国内华达州的51区呢，也可以说是另外一个最有可能与外星人有关的地方了。而且这里呢，同样也有不少的神秘的现象呢，也时常发生在这个无人的区域。那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去探寻的这个地方呢，有一种石头，它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无声息的伸出双腿呢，自己跑动起来。那这一个奇怪的神秘的现象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我们就一块去一探究竟。现在我已进入到死亡谷了。你看死亡谷自古以来呢，就是一个谜一般的地方。曾经就吸引了无数的人呢，穿越这一片沙漠去淘金，又或者说是去探宝吧。不过也有不少人呢，最终就止步在了这个地方，没能走出去。因为这个地方它的天气呢，可以说是变化多端，在一天之内呢，可以由夏天立马变成冬天。又或者说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晴天一会儿就闪电交加，或者说是风雨交加了。所以像这样的天气呢，也让许多的奇怪的一些自然现象呢，就出现在了这一片沙漠之间吧。而我们今天要去探寻的这个地方呢，当地人把它称作为 Racetrack Playa， 翻译过来呢，好像是叫做沙滩赛车场吧，也就是开赛车的地方。不过非常奇怪的是呢，这并不是给人开车的地方，而是让石头去开车的地方，是不是蛮搞笑的？其实我在2019年的时候呢，就专门前往过这个地方。不过那一次是租的一辆英菲尼迪的 SUV， 比这一辆车稍微大一点。但是在进去的时候呢，就遇到了许多的状况，像路面结冰了，再遇到了很多坑洼地面的时候呢，那个发动机的护板就被磕碰掉了。再往里面走的时候呢，然后车轮呢就陷到了泥潭里面，动弹不得。加上我的那些补给又不足了，所以最终只能是远远的眺望到那个移动的石头那后来就止步在了那个地方，再折返回去了。那这一次又来到了死亡谷，所以一定要再次的前往 Racetrack Playa， 也不知道能否顺利的进入呢。不过你看这个天气现在还蛮不错的，但上一次呢也是这样的天气今天早上我是6点半左右吧，就从拉斯维加斯出发前往这个死亡谷，时间显示呢要大约6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吧。中间刚才我又加了一些油，耽搁了一会儿时间吧，所以现在到达目的地还有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希望一切顺利吧。想要到达这个 Racetrack Playa， 其实最麻烦的事情呢，就是它的路况并不太好。因为很多时候呢，进去以后那个里面就会非常的糟糕。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呢，最好是开那种底盘稍微高一点的 SUV 又或者说是像那种越野车的话，它的通过性能会更好，会更安全一些。但大家可能会想反正这些车都是租的，都不是自家的财产嘛，那就随便整。因为以前有朋友给我留言反正就直接就闯过去就可以了。但实际的情况呢，并不是这样的。因为你想，那条路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进去又出来。
一旦在那个里面出现状况以后，你要想得到服务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个里面没有 service。你要等到服务的话，那除非是后面又有人进去以后，他看到以后，他可能才会帮助你，也有可能不会帮助你。所以你要等的话，那不知道等到何年马月去了。所以一般来讲，进去一定要尽可能的小心，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它的安全性。而且美国的这个网络信号啊，它的覆盖是不太 OK 的。像很多的市区里面啊，有些时候那个信号你都要到处找位置，可能才会有这么1格2格的信号。而像这样的国家公园里面，几乎是没有信号的。你看现在我这个地图啊，早就已经是离线地图了。所以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一旦进去以后呢，就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而且我这一辆车啊，还没有备胎。上一次租的是那个英菲尼迪嘛，它还有一个备胎，所以这一次的话，我这个胎虽然说是防爆胎，但一旦不小心被那个石头划破的话，那就彻底完蛋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一切啊以安全以小心为妙啊。从这一条路开始啊，就是进入 Racetrack Playa， 就是移动石头的那一条颠簸之路了。看上去啊好像还不错，但是越往里面走呢，就越崎岖、越颠簸，或者说是没有路了。你看这里有个路牌啊，写上了 High Clearance 4×4的 Recommend， 也就是啊高通过率的4×4的越野车的推荐。那一般呢，美国有很多的这种路况啊，一旦进入以后呢，因为它的信号几乎覆盖面呢都是很糟糕的，有一些城市里面，甚至你拿到手机啊，它都是没有信号，就要到处的来回的找地方，才会有1格信号、2格信号。而现在在这个地方啊，手机是早就已经没有信号了，所以我个人建议啊，最好选择通过性稍微好一点的 SUV， 这样的话会更安全一点，并且在里面行驶的时候呢，然后速度啊把它放慢，多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另外呢，在进去之前呢，最好检查一下自己的汽车的胎压是否正常。当然，我这个车最大的麻烦呢，是它没有备胎，它的4个轮胎啊，虽然说是防爆胎，但是这样的防爆胎啊，你如果一旦进去以后被一些东西划破的话，那可就特别的麻烦了。所以我在行驶的时候呢，也会特别的留心吧。好，那现在我们就从这一条路啊驶入进去，看一下能否到达我们传说中的 Racetrack Playa 移动的石头。走。
一般要来移动的石头啊，最好呢是一早就出发。如果中午以后呢，我就不太建议来这个地方了，因为如果你要往返的话，估计这个车程啊都要7、8个小时左右吧。除非是你想在这方圆100-200公里啊没有人的移动的石头住上一晚。不过有一个蛮具体的问题，就是如果要来移动的石头的话，大家可能会问啊，那究竟住什么地方呢？我上一次啊在来移动的石头的时候，当时就查看了一下死亡谷周边的酒店，不过那个酒店啊很少，而且一晚上的价格一般都得在500到600美金左右。对，你没有听错，500到600美金，而且你还是在疫情之前哦。现在疫情过后，所有的物价全部都已经涨价了。关键是从那些酒店啊来到这个移动的石头的话，还需要2个多小时的车程。所以上一次呢，我就是把车停在死亡谷里面，然后住了一晚上在车上啊。那白天非常的热，到了晚上呢又冷得不行，所以我是把车啊一直发动着，然后这样才稍微暖和一点嘛。你看现在我就行驶在这样的一个颠簸之路上面啊，要这样一直持续开20几英里，所以这个路程啊还真是蛮远的。现在显示到目的地呢还需要1个半小时左右吧。像我们进去也是这一条路，出去的话也是这一条路。路上有很多的那种隐形的大石头，所以一不小心的话，那个车轮啊就会被划破。所以我现在还得高度的保持这个注意力了。来，我们继续体验一下。
哎呀，糟糕了！刚才啊，开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听到旁边的轮子啊，好像是有擦碰，然后里面就报警了。你看，果然啊，现在已经漏气了。你这个轮子啊，完全都已经快扁了，应该是擦到旁边的石头。其实我速度啊，还开得还蛮慢的，但是还是依然啊。擦到了路边的这样的石头，擦到以后我就听到那个声音啊，有一点不对了，就开始有一点奇怪的声音出来，然后我就开得有点慢，然后马上那个中控台就开始报警，就显示这个轮子啊，然后好像是失压了，我就出来一看，你看，现在都已经扁了，但这个胎啊，它是防爆胎，说的是。可以以每小时大概60到80公里左右的速度啊，继续的行驶，但是必须要去找服务站啊，或者说是找专门的维修厂去进行维修了。但现在这个时候啊，没有任何的服务，我真的非常倒霉啊！你看开了一大半了，还有20几公里就要到这个20几英里啊，不是公里。还有20几英里就要到移动的石头了，结果车就瘫在路上了。我这个车没有备胎，全部都是防爆胎。但如果现在折返回去的话，那可能就全部泡汤了行程。因为今天我还打算在移动的石头啊。住一晚上，结果现在这个车轮气都没了，这还真是一个挺倒霉的事情呢。你看，糟糕了，怎么办？而且它还是左前轮遇到了问题，前轮的话，它还影响一个安全，所以现在我如果折返的话，回去还有。接近10几英里的这个路程，而且回去以后，就即便出去以后要开到拉斯维加斯的话，都还有很长的时间，都要开差不多100多英里。我打算把速度稍微开慢一点，我们先前往移动的石头，到了以后再说，到了以后看能否把这个轮胎啊。换到后面，那我们继续往前面先走。现在我在继续前往这个移动的石头。刚才在路面开的时候啊，其实路上看不到有太多明显的那种大石头，或者说翘起来的石头。我估计那个石头很有可能是埋在地下，或者说是侧面啊这样伸出来的，所以车轮在过去的时候就很有可能车壁被划到了，又或者说车底，因为车底是比较硬的，应该是侧面某个地方被划到了一下，然后我听到砰一声，开始我还没有太注意，然后后来就听到有那种放气的声音，然后迅速这个车上的监控啊就显示那个胎压从30不断的往下掉，一直掉到现在只有2了。胎压现在只有2，所以非常的不安全了。但是还好我这个胎呢是防爆胎，正常情况下呢，防爆胎是可以以每小时60英里左右，或者说是每小时80公里左右的速度慢慢的往前走。而这个路面呢，由于它的这种大石头或者说碎石又非常的多，所以我就能听得到，好像是有些石头特别大的时候都有点抵到了那个轮毂。我现在速度开得非常的慢，我还是决定先开到前面的那个移动的石头吧。因为如果我颠倒回去的话，如果开回拉斯维加斯的话，今天还得开140几英里。你像我今天从早上6点半出发，开到差不多2点钟的时候才开到了这一个地方。所以现在如果颠倒回去的话，我估计不行了。看来我只能今天晚上在这里住一晚上，然后一会儿我决定。到了那个移动的石头以后，我用那个千斤顶先把这个车架起来，然后看一下什么情况，看一下能否有补救的措施。
如果没有补救的措施的话，那还是一个挺麻烦的事情了。因为这一次比上一次还要倒霉，因为上一次呢是轮胎陷到了那个就是泥土里面，后来我铲了几下，然后把那个就是松土呢铲平了以后呢，轮胎就开出来了。而这一次是直接这个胎直接就废掉了，不过还可以勉强的开。但是如果继续这样开的话，这个轮胎里面可能会粉掉。一旦粉掉以后呢，就直接就是它的钢圈在地上滚了，那这就是非常的危险了。那一次，我从那个重庆前往成都的时候，当时我开我那个车也是防爆胎嘛，开到一半的时候，那个车轮呢就听到也是砰一声，估计是压到了一个钉子，又或者是摁到了一个什么东西。看到那个轮胎马上也是在漏气了。不过我那个轮胎它的胎壁呢，好像要比这一个车的胎壁要硬了不少。而这个胎壁我感觉它可能是因为胎比较大吧，所以刚才我用脚踩那个胎的时候明显感觉那个胎它的气已经全部都完全都扁了。而我那个胎的话，踩的时候胎壁很硬，一旦我那个是19寸的轮毂，踩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胎壁蛮硬的。所以现在这个胎刚才看着它从30一直掉到现在2，不过现在暂时稳在2这个地方的，心里面非常的焦虑，非常的焦急。听这个声音，蹦蹦蹦的。现在到移动的石头还有4分钟，显示还有1.1英里，1.1英里就是还有不到2公里左右的距离吧，非常慢的速度。然后慢慢的我们开过去以后，先再检查一下。你刚才在那个路中间那个地方，其实是比较麻烦的，因为不好倒车因为你这个路很窄的，只能1辆车通行。所以既然今天好不容易都来到这个地方了，结果没想到却遇到这样的情况。现在我已经到达这个移动的石头了，你看周围，这就像是一个湖一样。不过完全没有心思在这个拍摄上面了，因为你看我这个轮子你看全部裱完了。它这个轮子确实，你看每一个地方呢，现在都是像是被划开了，它就像是那个军舰一样。如果那个船底下被撞到的话，那它会有很多的隔层，这个也是一样的。不过现在每个隔层你看现在全部都已经破完了，而这个胎壁现在已经失去了它的那个很硬的功能了。关键最麻烦的是这个轮子它没有备胎，所以看来今天最麻烦的事情又被我们遇上了。周围这里是没有任何的 service 的，而且是前轮你说这怎么办？本来刚刚我还说用那个千斤顶把车架起来以后，看那个轮胎可不可以有那种修复的功能，结果没想到也就开了2英里多吧，现在这个已经是完全没有办法补救了。关键是这里也没有信号，那个急救电话也打不了。是我刚才打了那个 BMW 的那个急救电话，就完全没有任何的作用。这个防爆胎，防爆的功能在哪里呢？根本失去了那个防爆的功能这后面没有任何的备胎的。你看我这后备箱，本来我开始还说把那个前轮换到后面来，然后这样的话会更安全。结果没想到还没有换，现在已经是扁完了。刚才我在后备箱找了一圈，我发现连那个千斤顶都没有提供，就只给了一个套筒，因为它所有的这个轮毂都是防盗的，所以要拿那个套筒呢，才能可以把这个轮毂下载下来。那拿那个东西有什么作用呢？所以你看，现在完全就是被困在了这个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
这个峡谷当中吧，周围的风景还算是比较的漂亮。你看，它是一个盆地，周围全部是山丘，而这个移动的石头呢，它就在这个盆地之间，在中间呢。你看，这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足球场，又或者说是一个巨大的赛车的跑道一样。开了3个多小时的坑洼之路，你看连轮胎啊都已经划破了，就为了看这个奇怪的移动的石头吧。在这里啊，它是一个盆地，山上面呢很崎岖，而这底下却很平坦。整片沙漠呢就像是一个赛道一样，它的浅色的色调呢与周围的颜色还真的不太一样，所以格外的突出。刚才在山上的时候呢，就能看到这个底下这个平坦的路面啊，给我的感觉呢，就像是一个巨型的游泳池一样，那四周全部都是连绵起伏的山丘，给人的感觉呢，又有点像是那种看台一样。而这个底下呢，就是正在表演着一场精彩的比赛。而这个跑道场啊，它原本呢就是一个干裂的河床吧，你地上的这些地面啊，全部都已经干裂了，现在是一块一块的。只有中间的那个地方啊，却有着非常奇怪的一些巨型的石头，而四周呢又都是平坦的。你看，在我身旁这里啊，这应该就是传说当中的移动的石头了。这时隔5年啊，总算是亲眼目睹到了这个石头的真容。这就像是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一样。你这石头果然在它的身后啊，竟然拉出了一条条的线条。而且啊，这个线条非常奇怪的是呢，它还不是那种纯直线的运动，而是带有某种弧度，就像是自己有腿一样，然后就运动了起来。而且这个运动啊，它还不是那种直线的运动，而是带有某种弧线性的运动，一直延伸到了某一个地方。这样画动出来以后，是不是就像是某一种神秘的图案一样呢？非常的奇怪啊！在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巨大的石头。你看这个石头，而且你看这个石头啊，非常奇怪的是，我感觉好像这上面呢还能看到有一些雕刻，或者说是像文字一样的东西。哇，特别的重，哇，特别重。你看在地上这里还有一个很小的植物，不过我感觉啊，应该枯萎了吧？啊，果然都已经枯萎死了，是一棵很小的灌木。夏天这里的温度啊，得在40几度了，而如果是烈日底下的话，我觉得应该高达50度以上了。所以你想，这里可以说是寸草不生啊，只能看到干裂的这样的河床。因为这里的气候啊非常的恶劣，所以没有人呢对这些石头做过长期的观测。所以究竟这些石头它是怎么动起来的？难道是石头上面真的会长脚吗？来看一下，石头上面也没看到有脚啊，就是一个挺普通的石头。但是呢，却让这一个运动的石头啊变成了一种未解之谜。你看，长长的线条啊，一直延伸到你看不到尽头的地方。有人说啊，这个石头它一定有腿，只不过在你看不到的时候呢，它才会长出来。而地上这长长的线条啊，就是它拉出来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蛮奇怪的地方，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啊，
这个石头呢，它竟然只是在这个跑道里面来回的转悠，而且啊还会打转，画出不同的弧线出来。难道它还长有眼睛吗？也有人认为啊，这些线条呢是外星人留下的某一种记号。也许现在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好像就是平淡无奇的一些划痕。但是如果视点是从上往下来看的话，那会不会成为另外一种独特的符号呢？当然啊，还有一种比较邪门的说法，说是这里啊是受到过诅咒的地方，因为过去啊有人曾在晚上的时候呢就来到这里，结果怎么都走不出去，然后被变成了石头，也就只能在晚上的时候运动。不过呢，由于这个河床啊它有着魔力，所以这个人呢他就被困在了这里，或者说是这个石头啊也就被困在了这里。所以你看，现在我也是来到这里以后，这个轮胎啊就破掉了，然后天色也是逐渐昏暗了起来。难道我也会被变成石头吗？就是有点毛骨悚然啊。而科学家啊也对这一现象呢做出过一定的解释，说是因为啊这种巨大而沉重的石头呢，必须要通过某一种力量啊让它移动起来。而由于冬季啊昼夜温差比较大嘛，所以有时候地面呢它就会结冰，巨大的风速啊让结冰的石头啊和这个平滑的路面摩擦以后，就可以把它推动起来，就像是那种滑梯一样。不过至今啊仍然没有任何人呢对这一现象有做出合理的记录过。都说眼见为实嘛，我今天也是看到了这些移动的石头，不过很可惜的是没法看到它们的运动，因为这必须要在特定的环境底下，而且啊还需要很缓慢的速度来进行运动。不过因为这个天色啊已经非常的黑暗了，我今天晚上也只能在移动的石头度过一夜吧。看明天起来了以后呢，再来看这个轮胎啊怎么解决。走，先上车。现在室外的温度啊非常的冷，大概是在快接近零下1度了吧。你看这天色啊，每过1分钟就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黑度。我车大概是停到那个方向的。你想那个轮胎啊，完全都已经扁平了，这真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情。今晚上不过车上面呢还是有挺多吃的东西，因为昨天准备了一些干粮啊带在路上的，而且我还带了一些棉被，然后把车发动起来的话，然后开上空调应该会暖和一些。走，我觉得再过一会儿啊，连前面的路啊应该都看不到了。这样是不是会好一些？看来这一次啊，真的是荒野求生了。你看上一次在死亡谷的时候，那天也是迷路了，然后就被困在那个死亡谷。然后那一次我还带了一些锅呀，还带了一些干粮吧。那一次的荒野求生也是记忆犹新。不过那一次我至少车可以开动嘛，但这一次啊，这车完全就瘫在这个地方了。你看晚上的这死亡谷啊，一片寂静。你看周围，是不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你看，这两天的天气预报呢，播报的是今天晚上好像死亡谷有20%的概率啊会下雨。不过明天白天的话，又是比较好的天气。那地上一道道的划痕，就像是那个汽车的轮胎的痕迹一样。不过很奇怪的是，刚才我发现啊，这些移动的石头在运动的时候呢，有一些是能看到石头和拖出的划痕，但还有一些啊，只能看到划痕，那个石头却不翼而飞了。
而周围也没有看到其他那些石头，真是有一点奇怪。我感觉走了好远啊，怎么还没到？看着不是很远，但其实走过来啊，还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哇，这风啊越来越大了。这边，来，慢点，站着。好，来上车。